大家好，我是道义文斌。今天我们来再谈谈鼻炎。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鼻炎的案例呢，让我们认识到中医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先看这个病例很简单，一个30岁的女子，鼻炎，流清水鼻涕不止，头重，耳鸣，脉细，手脚冷，就这么简单。好，经方开方，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个病名、被那个症状带到沟里去。中医它真正的中医啊，就是这个远古中医啊，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是模块化和模块化的组合。就是模块化，实际上我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脏腑。然后呢，《伤寒论》呢，它淡化脏腑，他说什么呢？说六经：太阴、厥阴、少阴、太阳、少阳、阳明，这六经。六经是什么？六经实际上是模块组合。你比如是太阳，太阳就是小肠经和膀胱经，它们是同名的，都叫太阳经，它们组合起来。因为那个钟景肯定发现，这个同经的这个脏腑，比如说那个膀胱跟太阳，它们往往具有相同的症状，它们在虚实方面，在寒热方面，往往是同进退的。然后呢，他们的治疗呢，可以互相的这个资源比较协同，他们协同性最好。所以钟景呢，他用六经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模块来组方。这个就是那个《伤寒论》，他的在讲什么？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同样的病啊，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方子。同样的方子呢，它可以不同的病，因为它方子不是对应的病，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这一点就是说，现代呢，这个我们汉人的这个很多经方大师呢，其实呢，他也是犯了有些错误。那个汉人，我一直说，汉人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是无神论，无神论特别容易把那个经方的原则扔掉，因为经方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有神论的那个科学。有些人说不是科学，那不是科学。那个我举个例子，就是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方大师叫倪海厦。首先我要表示对倪海厦的敬意，他确实是大师。在我这一路上研究过来的这个征途当中，倪海厦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大师、老师、先行者，经方的思想的推广者。但是那个现代人汉人呢，他的老师那是民国时候的，也是两位大师。但现代的汉人他离不开2000年来经十方对中医的影响。那个我举个例子啊，他有一个病例，他说一个女的，大概那个65岁，她什么病呢？左手腕、下背、右足踝
右手前三指麻，那前面是痛，左手腕下背，右足踝有点痛。好，然后呢，容易流眼泪，那舌苔比较黄，然后呢，而且舌苔呢比较湿。啊，那个倪大师，他开方子是这么开的，他说容易流泪，甘麦大枣汤。比较胖，我给他用石膏、知母、茯苓、泽泻。舌苔黄，我给他用点黄芩。舌苔湿，我给他用点猪苓。前三指麻，我给他用点桂枝。你说这个对不对？对，有道理吗？有。但是你学中医、学经方，你虽然是他可能是启蒙的，但是你要注意，你要走上更高的台阶，你必须从这种思维里面走出来。他这个是用病来那个定药、定方，然后把方子组合起来。而真正的经方的思路应该是什么？就是用判断，综合判断这个人的症状，然后结合你的脉，结合你的八字，来定它背后的功能系统。功能系统就是模块，这个是经方应该这么做的。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会发现效果远远比你自己组方来得好，而且方子简单又便宜，对人的影响小。这个点说起来好像挺简单的，其实做起来很难的。我反复强调，汉人的无神论思想根深蒂固，不是我自己煮的方子，好像这个方子就不踏实。这个是好。那说到这里，我返回来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子，这个鼻炎，我们去看，上次我也说过一个鼻炎，我推荐大家用半夏、天素、天麻汤。那今天不是，今天用什么？用当归四逆和吴茱萸生姜汤。那这个就是同病不同方。为什么同病不同方？因为它背后是不同的功能系统，不同的脏腑。我们经方治病，我们要针对脏腑去，或者脏腑组合去，针对六经去。当然还有其他组合，这个大家自己去学习，我这里就不提。必须要针对这个背后的功能系统。那上次你去看看，你看看属于什么系统？胃口不好啊，除了鼻炎以外，胃口不好，胃、心下、心窝、胃这个地方还难受，特别过分的喜欢甜食。我说是脾虚啊，还有便秘。你看看，我如果不看八字的话，你基本上也认为它是个脾胃系统嘛，脾系统嘛。它还有肩周炎。肩周炎，像我们用八字看起来，肩周炎它有脾的影子在里面。所以你看，为什么用半夏，特别是白术，它方子里面还有陈皮啊，还有生姜啊、甘草啊、大枣啊，你看看，全部是奔的脾去的。那这次不同，这次你看看，他手脚冷，手脚冷是什么？
有点类似于视逆。视逆当然我听人家有些大师说是视逆必须它有往那个肘关节跟膝关节冷上去的这种情况啊，或者说现在他手脚冷是视逆的早期情况，视逆这个很重要，中医特别重视这个视逆。除了视逆以外，你看看他那个脉势，这个脉势，我跟你说，这个血流比较少，它的情况在我们中医里面，它就属于厥阴。还有一点，清水鼻涕不止，清水鼻涕不止，它反映什么？我们知道肝是管生的，生的事情全部是肝管。好，这种水饮一直往上升，然后呢，他这个情况，而且头有点不舒服，这个人头还有点不舒服，这种情况，它往往也是肝啊。很明显，我们今天呢，这是这个鼻炎呢，它属于它的功能系统呢，应该归入到肝，所以我们从肝入手，结合它这种鼻炎这种起流清水鼻涕呢，啊，我们知道肝对这种寒冷往往有无助于。那四逆汤，然后呢，像清水鼻涕呢，水中的寒，我们经常用细辛。好，那这样就出来一个方子，很简单，当归四逆汤。那这个人的脉呢，它是，但是稍微有点往上走。好，那我们加入生姜，无助于刚才说的我就要加，所以呢是叫当归四逆加无助于生姜汤。好，这个就是按经方的本质来开具的方子啊。那我们实际上操作当中，你就去看去定位它背后的功能系统，然后在功能系统再到我们的经方世界里面来。经方世界没有多少方子，伤寒金匮嘛，你去套用哪一个最像，把它拿过来就是。看上去简单吧？简单，但是我告诉你，根据我的实验，用这种方法开方子比你自己组合效果好得多，好得多。好，那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